侧妃进门。这是哪儿？我不是在下班的路上吗？什么情况？我穿越了！穿越就算了，居然还是个侧妃！这个人怎么有点眼熟？糖，林晶晶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我俩穿成了王妃，还是一家的。我正妃你侧妃，谁写的剧本？你咋来的？直播结束回去路上睡着了，醒来就在轿子里。你呢？拍美食视频，厨房炸了，然后就躺这儿了。不是吧？曾经的镇南王府，如今破成这样。糖糖，别怕，换个地方，我们俩照样能活。娘娘，该用午膳了。就这，娘娘，厨房只剩这点了，荤腥都断3天了，下人的工钱欠了3个月。昨儿管事的撂下话，再不发银子，大家都不干了。晶晶，这粥馊了。堂堂王妃吃的粥是馊的。老夫人那头顿顿有鱼有肉，二房得宠，老夫人偏心，3天2头来咱们这找茬。晶晶，咋办？苏州也是州，破院也是家，这烂摊子我接了。等着，我能把它重新撑起来。什么3文？整个王府只有3文？这下是真成富婆了。站住！你也想走？6个下人，5个班已经一只脚跨出门了。行，穿越就穿越，怎么把我穿成一家资不抵债、员工集体提桶跑路的破产公司 CEO？ 糖糖，你脸色不太对。我晶晶是美食博主，结果我穿过来，连一口像样的饭都吃不上。这不是矫情，这是一个厨子面对一锅馊粥的愤怒。好家伙，公司账上3文 ，CTO 还是个被饿到原地暴走的美食博主。这箱子风泥跟别处都不一样。行吧，破案排第2，先活命。晶晶娘亲、糖糖娘亲，团子给你们端水来了。你是团子？团子是小郡主，爹爹说的。团子啊，吃早饭了没？别叫了，没有吃的。这孩子怎么能轻成这样？娘亲，你好香。厨房在哪儿？娘娘，厨房什么都没有了。带我去。负债230，库房3文，孩子饿成这样，可我是个厨子，没有米，我也得给我闺女做出一顿饭来。娘娘，真的什么都没了，连盐都只剩这么点了。就这些了？就这些了。晶晶，把团子放下，你帮我烧火。放心，烧火我再好。不是哭啊，柴是潮的。我知道。糖糖，你这双手过去是端药碗的吧？现在淘个米比绣花还稳。药碗端惯了，手就抖不起来。蛋不新鲜，可它也是蛋。有米，有蛋，就饿不死。你呀，真是1粒米都不肯浪费。现在这家底浪费不起。好香啊！来，慢点，烫。怎么了？烫着了？娘亲，粥是甜的。粥里分明没放糖。慢点喝，别噎着。糖糖娘亲熬的，能不甜吗？糖糖娘亲做的饭最好吃了。娘亲，你们不会不要团子吧？娘亲，团子这辈子都不吃别人家的饭了。好，娘亲给你做，做一辈子。搞钱，必须想办法搞钱，搞很多很多钱。娘娘，老夫人来了，二爷也来了，还有京城来的一位小姐。来者不善啊。这地方
住的还不如我们府上的马厩。哟，侧妃娘娘这是自个儿烧火做饭了？刚进门就沦落成个烧火丫头了。老夫人今儿怎么有空？是来送银子的吧？正好，府上还差230两的窟窿，老夫人既来了，顺手补上。嫂子，这话可就不讲究了。分家的事儿3天前白纸黑字说好的，母亲今儿来不为别的，就收那50两孝敬银。50两，整座王府现在连5两都掏不出来。孝敬银，说的真好听。3天的情面我们给够了，今日这银子要是拿不出来，那就别怪我们不念旧。宗人府那边话我们可已经递上去了。50两孝敬，今儿个拿得出吗？娘娘，宽限几日？宽限，拿不出就别赖在王府这口锅上，一家老小自个儿挪窝。嫂嫂，识相点，省得难看。堂堂，团子不能流落街头。爹爹，眼儿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娘正不对，这2个人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母亲、二弟，有事跟本王说。也没什么大事，自家算算账罢了。账？本王在外头遇险，府里就这么算账，把本王的女儿往街上算。大哥误会，是嫂嫂欠了府里银钱。哦，本王这就回了，倒赶上一桩好热闹。散了。这一关总算被这位王爷生生压了下去。林氏，王爷，你今日倒是不慌。王爷在，妾身慌什么？吓死我了！你刚刚临危不乱，特别牛。真的吗？其实我也特别紧张。真的，还好王爷回来了。侧妃娘娘，这锁锈死了，砸不开的吧？哎呦，侧妃娘娘当心手！放心，我这人专治各种打不开。侧殿娘娘，这脏死了！50两的债压在头上，金山银山我都得给他翻出来，完整，没磕没碰。这玩意儿有戏！碧桃，过来，这府里早先是不是挺有钱？可不是嘛，老太爷在世那会儿，咱镇南王府在京城那是数得着的。后来老爷打了败仗被贬，家产超了大半，就剩这些没人要的破烂了。破烂？这是没遇上识货的。周叔，您从前在外头跑过买卖，劳您拿这个去城里最大的古董铺探个价，别声张。老奴明白。侧妃娘娘，怎么样？掌柜的说这是前朝官窑，这一套值200两。200？可掌柜的还说咱王府的东西来路敏感，没人敢收。空有座宝山，搬不走。这条路堵了，那就换一条走。辣椒面，辣度这么低，香气也薄，可惜了。晶晶，这时代有辣椒，就是还没普及，品种也不行。可要是能寻到更好的辣椒种子，等等，你说的这个要事得多久？少说1年。床底压着200两的宝，变不成1文钱。能救命的辣椒，远在1年之后，2条道一起堵死了。不急，识货的人总会来的。糖糖，这东西成色不差，寻个识货的，换他30-50两，孝敬赌上，团子这关就过了。怎么了？看不上？不是，这种好瓷，不是你想卖就有人买，得寻识货的主公，得托可靠的门路，还得防着压价。我从前拍那种古玩，一件东西脱手，快则半年，慢则1年。半年？1年太久了。团子等不了，我们也等不了。
守着金山饿肚子，说出去都没人信。远的够不着，近的没着落，这步真就走死了。糖糖，夏天最缺什么？冰，对，冰。这年头没冰窖的人家，福田里连块冰渣都摸不着，只有宫里贵人府上冬天存了冰，夏天才舍得用。换句话说，谁手里有冰，谁就攥着这一城的薯田。你是说咱们自己变冰出来？守着一塘死水发愁是傻，把死水变成银子才是本事。晶晶，你脑子里是不是已经有谱了？糖糖，消食制冰的原理你还记得吗？还得多久？我闻着都快化了。太孙，娘亲，这是啥呀？香香的。过甜了。你糖糖，我这成本可都在锅里咕嘟着呢。对了，成了。好家伙，这一把撒下去神了！少了它，魂就散了。娘亲，这是什么呀？好喝，比过年的糖还好喝。嘘，这可是神仙喝的水。神仙，团子今天喝你们的水了，谢谢神仙，下回多分点。你这小机灵，分一半给娘亲不行吗？京城最贵的茶楼，一碗白绿豆汤都敢要20文。我这冰镇桂花酸梅汤定50文，贵吗？不贵，一天卖100碗，就是5两银子。乌梅山楂都是贱货，冰糖添几个钱，单碗成本撑死3文，50文卖3文，这哪是做汤，这是捡钱！糖糖，我们要发了！喘口气，先松手，锅还热着呢。可是冰呢？消食那点儿，撑死做一小盆，1小盆冰够卖几碗？消食能重复用。结晶捞出来晒干，还能再来一回。当真？真难的不是这个，是量。要做生意得一大批消食。周叔，城里哪家有消食卖？药铺里有，入药用的，叫燕消，是价不便宜。贵也买，本钱是高了点，可是这算过，一个夏天怎么都赚得回来。摆摊去卖，不摆摊，摆摊太慢又招人眼，直接进城挑生意最好那家茶楼。我去会会那位钱掌柜，听说是个人精，可咱们这神仙水撑场面的全在这一盆稀罕的冰上。糖糖，信我，我们要发了。这大热天的，冰从哪儿来的？尝。这位夫人，这汤您打算怎么卖？配方卖你200两。200两？你这是拿冰碴子敲我闷棍呐！独家，整座京城独您一家卖得了这冰枕酸梅汤，别家想卖没那个本事。一碗你卖20文，一日卖300碗，6两。一个夏天，掌柜的，这账您比我会算。6两。一个夏天200两，买您一整个夏天独门暴利。出了这门，我转头就去隔壁。成，夫人您稍后。成了，这京城第1桶钱落袋了。这么多啊！呸！不好吃。傻丫头，那是银子，不是糖。那银子是干啥的呀？银子能买好吃的。那团子呀，好多银子。放心，晶晶娘亲让你这辈子不缺银子花。王爷，侧妃娘娘拿一碗酸梅汤换了200两银子。一碗汤200两，那汤里有冰。这大暑天的，冰从何来？侧妃娘娘没说，可小的亲眼瞧见。娘娘在后院支了口大盆，往水里搁了些东西，那水眼睁睁就结了冰。他们到底是谁？托你们的工钱，今儿一并还清，这是该给的。这2两赏。侧妃娘娘，这太多了。不多，前阵子府里穷得揭不开锅，你们没走，这点心意收着。两位娘娘在哪儿，我们就在哪儿。侧妃娘娘不嫌弃我们粗笨就成。一念之差，换来满府的心，值。行了，眼泪收着，后院那3分荒地先翻出来。哎，这就去。草木灰掺进去，再添粪肥，这地太瘦，得喂。温了半分，再尝会儿。我说，你这是种菜还是养孩子呢？夜夜守着，比团子还操心。都是养。快快长大，团子要吃你们了。小郡主，
菜听了这话都要吓哭了。慢点儿，没人跟你抢。行啊，养出来了。这青菜比我嘴还甜。这青菜不是这个季节，很好吃。今儿一早，宫里来人传话，哦，圣上听说王府最近有些动静，问本王是怎么回事。宫里都惊动了，这步子迈得太显眼了。本王回他是王妃们在操持家务，没什么大事。但本王想提你们一句，王爷请讲。这京城里眼睛多得很，制兵反击种菜，在本王看来是本事，落到别人眼里，不一定是好事。多谢王爷提点。团子这几天长胖了，刀子嘴，心倒是软的。是胖了点儿，被人惦记上了，小家伙。糖糖，怎么了？没怎么，脸都红成这样了，还说没怎么？我没有。糖糖，你该不会……别说了。都怪你，这心思藏得住才怪。娘娘，奴婢从前嫌这活脏，现在天天想往这儿钻。手伸进来，土粮这么一指伸就该交了。真凉，这2片掐了，留中间那茎，芽留多了，反倒谁都长不壮。种地原来这么有意思，踏实。你在做对的事，心就踏实。晶晶娘亲，糖糖娘亲，皮壳啦！哎，王爷最近是不是老往咱厨房这边晃悠啊？晃他的，关我什么事？糖糖，我问你个正经的，你这般上心，莫不是心里惦记上王爷了？林晶晶，你再胡说，今儿午饭你自己做。行，我不说了。可你这脸又红了。我没有。今儿我看见一只大蝴蝶，翅膀是花的，飞得这么高。那它落哪儿了？落在最大那朵花上了。儿媳妇儿啊，母亲最近手头紧得很。老夫人这话说给我听，怕是寻错了门。怎么寻错了？分了家的，各过各的日子，各管各的账，这是您当初亲口定的规矩。到底是一家人，正应是一家人，才更得守规矩。规矩立着，往后才不伤和气。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糖糖亲奶奶是不是不高兴了？奶奶没事儿，咱接着说蝴蝶。今天的排骨比上回的还香，糖糖娘亲炖了好久，手都酸了。王爷多吃点，糖糖炖了一下午，你要敢说不好吃，她准当场哭给你看。林青青，好吃。爹爹也觉得好吃，糖糖娘亲最厉害。哎呦，一家人吃的这么热闹啊！眼儿啊，母亲最近手头是真紧，这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老夫人昨天刚来过，今儿个又上门来。您之前不是早就闹着分家吗？分了家的各过各的，手头紧，那该找自己亲儿子去啊。眼儿，你就由着一个侧室这么跟你母亲说话，这成何体统？母亲，分家是您提的，宗人府的文书是您亲手递的，既然分了，便没有回头路。好得很！你们别得意的太早。娘亲，奶奶怎么走了？她还没吃排骨呢。娘娘，侧妃娘娘不好了，官府来了，说咱们治病用了禁药，要查封。禁药，来得倒巧。有人举报镇南王府私制冰品，疑用朝廷禁药。这位大人，王府犯了哪条？本官奉令特来查验。什么禁药？消食，军中火器之物，民间私藏，按律当查。大人，消食是我们在城里药铺光明正大买，有证有据。治兵用的是物理降温之力，搁水里化开吸热罢了，跟火器半点不沾。大人请查。搜。
娘亲，团子怕。不怕，晶晶娘亲在这儿，堂堂娘亲也在，团子不怕。人证物证俱在，萧石私藏，志气有迹，证据确凿。带走。带走谁？2位王妃。你凭什么？凭这个京兆尹的令。2位王妃，请吧。照顾好团子。王爷，这都什么时辰了，您怎么……人在哪儿？王爷息怒，此事是圣上的意思，下官也是奉命行事。那禁药一案，本王再问一遍，人在哪儿？这后院地牢。可王爷，这是京兆尹的大牢，您不能私自。王爷，您不能下去啊！本王来接你们回家。你这身行头倒是跑得急。我就说他会来。开锁。王爷，上头交代是私藏火器，不敢放人。看清楚，这是萧氏。本王驻军制兵淬火配药，日日要用。萧氏军中常用，何来私藏？拿这个定他们的罪，是要把本王3军上下一并拿了吗？他这是要当堂翻了这案，铠甲都没换，证物原就在他身上。这桩诬告是谁递的话，谁先动的手？本王一桩一桩都要问清楚。我们没事的。本王在。王爷，放是抗了上意，不放下官又担不起这。本王问你，你押我的人可有军中文书一品？哪一日哪一处由谁经手私藏火器？拿出来。拿不出。那本王再问，是谁递进京兆尹臣？敢在本王出城那日动的手？赵大人，您这案子禁药是假的，急着的人却是真的。放人！此案另查。萧石军中常用，何来私藏？背后究竟是谁要害本王？朕的御书房几时成了你萧燕变戏法的地方了？回圣上，臣不变戏法，臣请圣下亲眼看一样东西。这就是那盆被人说成巫术禁药的物件。是，臣府上王匪治兵一事，京中传得沸沸扬扬，说是用了禁药，说是行了巫术，臣不敢妄言，只敢请圣上看个明白。盆怎么凉了？就这么简单？回圣上，消食溶水吸热，水温骤降则结冰，不涉禁药，不受巫术，只是天地常理。好一个天地之间的常理！萧炎，你府上那2位王妃不简单啊！回圣上，他们只是聪明些，并无逾矩之处。聪明些，朕看是聪明到能在朕眼皮底下惹出这么大一桩风波。有人想在朕的眼皮子底下搞事，举报的事朕都知道了。一盆清水，一把萧鼎，天地常理，人尽可学，竟有人敢假托禁药之名，构陷宗亲，欺瞒御前，朕还没老糊涂。查，给朕往死里查！是谁递的状，是谁递的话，一个都跑不掉。臣替王妃谢圣上明察。竟敢假禁药之名，构陷宗亲，查起来吧。对了，这治兵的法子能不能挪进宫里来？臣不敢居宫，这巧思，臣回去问问臣的王妃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朕等你的消息。圣上明鉴。萧石的事儿，朕信了。那举报你的人，朕也想瞧瞧，是谁这么大的胆子？王爷，你开开门！雪儿她是被冤的，是被人挑唆的，你救救萧炎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们是兄弟！上去，夺却流放3000里，哪还有什么二爷？雪儿，你王爷，刘世贵在门口1日1夜了，要不要让他走？你们放开我！我是这王。你不是了。还有那位沈姑娘，举报里也有她一份。经理的话传开了，她议的几门亲事全退了。前儿夜里灰溜溜出了城。做的恶总要还。王爷，您站门口做什么？看你。糖糖，跟我说实话，你对那位爷到底有没有那么点意思？那不就结了？你喜欢他，他眼睛都快粘你身上了，还磨叽什么呢？可他是王爷，
配不上。听好了，你是糖糖糖，做的饭能让人哭，种的菜能让人笑，这天底下你配得上任何人。再说了，你怕什么？你还有我呢。恶人是轻了，可盯着这个家的眼睛还有一双。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王爷盯着我们看半天，脸上又没写字。本王是个粗人，不会说好听的。可这些日子，本王看进眼里的比这辈子都多。林晶晶，你聪明果敢，王府都塌到地缝里了，是你一把拉回来的，这份本事，本王服。糖糖糖，你温柔也坚韧，你做的饭，本王吃过一口就忘不掉。本王喜欢你。本王知道，本王配不上你，可本王想问问，你们愿不愿意留下来？爹，蝴蝶，王爷，你这个人吧，嘴笨但手不笨。你为我们进宫面圣，去砸大牢的门，这些我们都记着呢。反正我们也回不去了，往后生意上你搞不定的，交给我。我只想做一辈子的饭，给王爷和团子吃。团子也要吃一辈子。这顿吃慢点，不急。1、10，数不清了，反正一个字多。糖糖，下楼那锅还撑得住不？底下都排到隔壁茶楼门口去了。撑得住，叫他们慢点上，砸了招牌算你的。撒桂花，林蜜端走，下一份。晶晶，咱俩是真把这生意做大了。欢迎光临。哟，哈哈哈，这迎宾的怎么这么小一个？几岁了呀，小姑娘？6岁，快了。那你这么小会做什么呀？会说欢迎光临，还会把你送出门。行，等会儿可得劳烦你送我。欢迎光临。这日子真不赖，等再宽裕些，得让更多丫头也有书念，有饭吃。东家，这2位王妃生意做得这般大，怕是要把京城的客流都吸干了。奶锭、冰饮，这些从前京城可没有。东家的意思是，好东西谁不眼馋？盯紧他们的方子，本上要的东西，没有拿不到的。是。糖糖娘亲，团子帮你。这个新的叫啥来着？冰酪，比冷饮还润，化在嘴里像云一样。云？我看是金子。这玩意儿一推出去，咱们半条街都不够排的。东家，不好了，城里的冰窖全断了供。全断了？怎么可能？我们订的冰昨儿不是说好今早送？人家不送了，连王记冰行的老掌柜都关门闭客，谁去都不见。没有冰，冷饮就做不成了。满城的冰一夜之间全没了，这哪是断供？天没塌地没裂，偏偏冰没了。你是说有人不想让咱们做下去？娘亲，今天的人怎么都不来了呀？可别去那家，我听说有人吃了那冷饮，当晚就上吐下泻，差点没抬出去。那东西寒，吃坏了身子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咱绕道走。胡说，我家东西用料最干净，哪有吃坏坏人的道理？我去跟他们说清楚。急什么？可都被吓跑了，你还让我急什么？谣言传得越凶，说明对手越怕咱们。团子守得好，客人不来，不怪你，是有人使坏。哪个坏人？团子去咬他！冰源的事，我查了。怎么回事？好端端的满城的冰怎么说断就断？先有皇商上门出高价要买你们的配方，被回绝了。买通了管冰药的官，一夜之间卡断你们的冰，再使银子雇人沿街散谣，说你们的冷饮吃坏身子。环环相扣，这是要把咱们的招牌活活拖垮。来势汹汹，幕后不止一人，这背后隐隐还牵着萧旭和柳氏的影子。我倒要看看他们能逼咱们到哪一步。萧衍，你说的对，可你只说对了一半。哪一半？他们怕的不是冰，是我。冰能断，人心断不了。想毁我招牌，看你有没有这本事。摆好啦！
1、2、3，好多碗。乖，待会儿真有人来吃，咱可不能慌。就是这家，听说吃了拉肚子的那个。来都来了，瞧瞧再说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冷饮吃坏了好几个人喽。可不是嘛，冰这东西邪门的很，谁知道掺了啥？大伙儿别急着走啊，光听人嚼舌算什么本事？今儿我把造汁在这儿，怎么做的全给你们看，看不明白我不收钱。起哄的，记下了。头一桩，水当天现打的井水，要滤过渣的。大爷您过来瞧，倒是轻。这桶水滚的，手要净，碗要烫。我这儿的钢盛，器具拿开水过一遍，料子当天现做，隔夜的，一点不留。嘿，真拧住了，化得快，甜得轻，各位尝尝便知。好吃，比上回还好吃。这味儿清润不腻，老夫活这把年纪，头回吃这般爽口的。哪有半点不干净？我看是有人诚心使坏。这方法不对。嘴长在大伙儿自个儿身上，是好是赖，各位尝过就有数。收买卡他冰原散谣言，我3招齐下，他竟敢把底全亮给街上的人看。做得漂亮。清者自清，藏着掖着才招人疑。我把锅汁接上，谁的脏水也泼不进来。娘亲赢了，坏人跑啦！赢了。诸位，朝廷新颁商税之规，凡入室营生皆有章程。可眼下有人压价抢市，坏了几十年的老规矩。会首说的可是那2个开冷饮铺的丫头，一个出身寒微，一个来历不明，倒把整个家的家长吸来。可人家东西好卖也是本事，咱们犯得着这么大动干戈吗？王掌柜，你猜他那店面租金、货源进项是谁在后头点的头？朝里有贵人撑着腰呢。规矩面前人人平等。今日商会拟一道榜文，凡同行号断其冰源，抬其市租。识相的自然知道怎么做，识相的签了吧，免的时候连本带利都赔进去。断冰原、抬市租，堂堂娘亲，这是说不让咱们卖了吗？他们这是要逼咱们关门啊！连商税都搬出来了，好大的阵仗！晶晶，咱们得罪了这么多人。糖糖，他们要逼的从来不是你我，拿咱们的铺子做法子，真正想敲打的是镇南王府内卫。商会里也不是铁板一块，这几家散户从前受过皇上的气，未必真心跟着他。你是说咱们能从里头撬一道缝？人心这东西断不了的，只看谁先伸手。团子也要帮忙，团子腿快跑得动，送信团子最会啦。好，咱们团子是跑腿小将军。既然这一局是冲着王爷来的，那就让他们瞧瞧这买卖谁动得了。明日分头走，糖糖去探商会内里的口风，我设法把信递进府里。团子跟着糖糖机灵着点。这回是冲着王爷来的。这冰一碗顶我半天菜钱了，谁吃得起哦？诸位街坊别愁，从今儿起我临近开惠民兵价，按户籍发兵票，贫户半价，孤老免费。免费？姑娘，你莫不是哄我老头子？老人家，您这把年纪还顶着日头讨生活，一碗凉的邻居请得起，可有人偏要屯兵抬价，把街坊的活路当摇钱树。这兵到底是给人解暑的，还是拿来宰人的？说得好，屯兵的才是黑了心。人心这杆秤从来不站在抬价的那头。诸位看，这是我兵窖的存量，制兵的工艺还有进出的账，摆出来给各位掌柜瞧个明白。唐姑娘，话是这么说，可皇上要断我们货源，要压我们的价，我们扛得住吗？皇上断你货源，我们补；皇上压你价，我们替你抬住底。立个约，入约的共担风险，共享客源；违约的逐出。诸位还在算今天亏几个钱，我算的是今日护民，他日民护我们。从今天起，孤立的不是我们了，是他。临记的冰，甜的、凉的，我娘腔做的最好吃。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嗓子都喊哑了。售罄了，一碗都没剩。皇商私通政敌，借商税中饱私囊，铁证都在这儿。这是给你们的助理，也是给皇上的催命包。你要即刻入宫面圣。私通党羽，屯兵抬价，欺压商户，朕的京城竟成了你敛财的私库。陛下明鉴，
这账册不知何人伪造，真冤枉啊！伪造！6月初3，你抬兵价3倍，这是南市87户百姓的联名，日子、价钱、人证，哪一桩对不上？陛下，会首经营多年，劳苦功高，些许差池，念在旧情，从轻发落。旧情？司库每月分润30%，入的是哪家账？萧旭，你自己说，还是我替你念？臣不知，是被人陷害。陷害！满朝看着，你还要狡辩？皇商超没家产，党羽尽数问罪，即刻拿下。这一局从他们摆下第一碗兵起就赢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临济惠民济世，安抚商事，特赐金匾一方，以彰其德。好啊，好人有好报，咱穷人也吃得起冰喽。晶晶，咱真的做成了。你立的公约，我定的价，剩下的这一仗，靠的不是金百，是人心。哟，风光是风光了，可你俩一个无依，一个无靠，今后这婚配体面，总得有长辈拿主意吧？京津堂堂之事，本王与王妃自有定夺，旁人无需知遂。王妃，她这是先斩后奏，你脸都红了，是晒的。娘亲，爹爹，我们家最厉害。往后都这么过。小馋猫，寿星也得讲规矩，吹了蜡烛才许动。就抠一颗嘛，抠一颗，塌一层，信不信？你这上头还有几个兔子，都几岁的事儿了，幼不幼稚？团子点的，寿星最大。让开，看我的。娘亲，这兔子它好像哭了。它这叫艺术。行，毕嘎撒索。来这么久，第一回踏踏实实给自家娃过个生辰。这蛋刀倒是新鲜物样，香得很。是香。我许愿啦，我要爹爹2个娘亲都不许走。名分早定了，这王府里谁也走不了，谁也赶不走。夜深了，孩子的好日子我们就不扰了。我的愿一定领，领，全领。从前我许过几个愿，护你们周全，给你们一个能落脚的家。如今，一个个都成了。愿这种东西，许了就得自己拼命去够。现在够着了。抓到了！我把萤火虫送给你们当生辰礼。原来家不是回得去的地方，是舍不得走的地方。林氏、唐氏接旨。陛下偶闻2人冰饮之名，特命承办盛夏宫宴一应冷饮，3日后成进，需新颖别致，量足未佳，不得有误。民女领旨，谢陛下隆恩。贵人们都看着呢，办砸了便是欺君。晶晶，3天，3天就3天，天塌下来也得先把它接住。规矩这么多，量又要得急，兵、果、人手，样样都卡着脖子。那就拆开来扛，你管里头，我管外边。怎么分？冰窖的冰，干净的果蔬，临时雇的可靠人手，全归我。每一笔货源我亲自验，谁掺手脚，先过我这关。你只管想方法子，外头那些烂账，我来扛。我做的东西要端到御前去，绝不能在那满座贵人面前失了半分水准。晶晶娘亲，我要喝水，我也帮忙包莲子。乖，这几天大人忙正事，你拿着枣子院里玩去。玩累了给你做些新冰碗。成败就这3天，这价我认，但每一车冰我都要亲眼瞧着封窖，掺了脏的整车退。糖糖，消食呢？没了，1斤都没运来。昨儿不是说妥了3车？供货的连夜毁约，1家2家，我跑了5家全闭门。你说怎么回事？林总，这事儿我也没法子，几家东家都被人买断了货，还说刘府的人打过招呼，谁敢卖给2位，往后货路就断了。刘府是他，
好手段，不直接砸场子，先掐断我们的根。晶晶，明天就是宫宴，没烧石就制不出冰，冰出不来，那是欺君的大罪。哭没用，他断我们的货，可他断不了天底下所有能结冰的东西。这墙皮反伤了，老墙跟灶题下的盐霜都带烧性，能用，粗，得淋绿提纯，配比火候交给我，刮土滤水你来调度，成不成试了才知道。都出来，刮消土淋绿，一刻不许停。不够冷，盐放够了，还是不够。再试，1盆不成2盆，2盆不成10盆。好凉，比盆里还凉，井底最凉呀！对，先用井水把料遇冷，再分层下盐，温差够了才结得住。团子，你这一句值1座冰山。那能换颗糖珠不？换10颗，先把井水提上来。成了，晶晶结成块了，我以为真的要黄了。高兴早了，这点量离宫宴还差得远。扩灶，再添3处，轮班，谁也别想睡，天亮前必须够数。货我都断干净了，这冰从哪儿来的？怎么可能？消失1两都没有，他们拿什么结冰？哼，邪门！别硬撑，撑不撑得住？明天宫宴上见真章。冰是连夜补出来了，可他岂会就这么算了？妙啊！这冰沙入口即化，暑气全消，满朝御厨无人能及。传旨，承办2人各赏100斤，绸缎10匹。谢陛下。要说也怪，这几日消食冰糖满京城都断了事，偏偏就断在宫宴牵头。您说这是巧呢，还是人专挑日子囤货，等着看笑话？回禀，半月前却有人出3倍价，把城里消食全包了，不许卖给糖水铺。白纸黑字，买家落款，就在这儿。胡说！这等下作事，与我萧家何干？那字就是假的，谁知他从哪儿？我还没说是谁，萧少爷急什么？陛下，事还不止于此。这批囤货的银子来路蹊跷，同一处接洽，同一批款项，牵着一支外邦商队，勾连外邦，坏我宫宴体面。来人，消续一防，即日贬出京城，永不许用。陛下，陛下饶命啊！堂堂娘亲，坏人走啦！这名号，我似曾相识。你见过？记不真切了，可他出现在这儿，绝不是巧。敌人一个接一个倒了，怎么我心里反倒更沉了？他口中那个外邦究竟是谁？一颗，2颗，咱们快看这颗扁的能打水漂。慢点跑，别栽水里。王爷，劳烦您生个火。这茶有问题。堂堂镇南王，连个火都生不起来。本王只是不屑做这等小事。哦，不屑。那这缕烟熏的是谁的眼睛？娘亲做的最好吃，比宫里那些都好吃。爹爹也尝一口。是好吃。以后我们天天这样就好了。天天这样，我怎么也开始这样想了。糖糖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一顿野饭而已。谢你为团子，为这个家做的一切。糖糖，我天色不早了，该回了。糖糖，这件门朝河客流棒，租子还能压。临街30步，后头能进货船，就它了。哎呦，原来是京中王妃的产业，小的有眼无珠。王妃娘娘金尊玉贵，这茶小的跪着奉。起来起来，我们就是来谈个租。使不得使不得，王妃之尊岂能与我等商贾当面议价？这得报方官转禀才合规矩。看看真王妃，咱江南也来贵人了。晶晶，
这租谈不成了。我只想盘间铺子，这王妃2个字怎么倒成了挡路的石头？你也看见了，挂着王妃名头，人家跪都跪不利索，哪还敢跟你讨价还价？铺货要走街串巷，压价要跟人磨嘴皮，我这一露面全乱套。要不借势官府，让府衙出面，反倒省事。接了官府的事，这买卖就处处看人脸色，束手束脚。你说怪不怪？想把生意做大，倒成了枷锁。娘亲不开心呀，那个名儿要是惹麻烦，藏起来不就好啦？藏起来？你想什么呢？糖糖，你说要是江南没人知道我是王妃呢？王妃这顶光环，给我体面，也给我笼子，摘下它，我就只是个跑商的女子。可这天底下哪还有人能拦我？体体面几个钱，自由才是真本钱。静静，一夜之间，3家全抬了3成，原先答应的那批货也说没了。没了？昨儿还在仓里堆着呢。照这价，糖还没下锅，咱就先亏本，这买卖没法做了。掌柜，各家报多少？你一笔笔给我记清，一文都别漏。他们抱团是怕我，怕我的人才会涨价。一块铁板，我偏要看看他从哪条缝裂开。抬价不算，连出城的路都给堵上了。这帮人真是……糖糖，别恼。你还笑得出？能封我的路，说明我走对了。心虚的人才忙着堵门，他们不让我见泽农，那这条道准是命门。走，翻过去。林晶晶，江南的水可不是你能趟的。老伯，你这甘蔗卖给糖商，一单几个钱？人家说几个就几个，咱哪敢还价？压一层再压一层。那我跟你换个法子，直供包销，我先付定金，按质论价，这好价就高。老伯您看，这么算，您一担能多得2成，咱省了中间盘窝，你也不必再看糖商脸色。你们多得几成，我少受一层盘剥。这买卖谁也不靠那帮人。使不得，萧家二爷早打过招呼了，谁敢跟外人做这买卖？萧家二爷，萧家二爷，这盘棋原来背后还坐着个人。好，门我摸到了，人我也认下了，断我糖料，那就看是你的招呼硬，还是我的银子撑。分号还没开张，这糖料的路刚摸到门就要断了吗？林总，您是外来的，萧家在这儿盘了20年，得罪了他，我们这点地……周伯，你去年卖了3000斤蔗，是这个数，可账上你只拿到2200的钱，剩下那800斤哪儿去了？好家伙，他每斤压我2文，他吃的是你们的血汗。我今天来就一句话，直供我分号，价高1成，现银结清，立字为据。万一你那铺子撑不住，我们这一季就全砸手里了。周伯，无论市价怎么跌，我按今日的价保底全收，1斤不少。20年了，头一回有人把我们当人看。这价比萧家便宜1半，糖还更白。哟，小门小户也敢开张，我看呐，撑不过3日就得卷铺盖。各位街坊，眼见为实，这碟萧家的糖30文1斤，这碟我的15文，颜色你们自己看。差这么多，萧这是把我们当冤大头仔啊！他的糖凭什么贵1倍？因为他20年压着蔗农的价，刻着斤两，在火柴到你们头上。你血口喷人，血口喷人！这上头几十个手印，哪个是被你压了20年的？糖是甜的，人心黑了，糖也苦。今日是栽了，不过嘛，有些旧账可不是一间铺子能盖得住的，尤其是跟这孩子来历有关的那桩陈年旧案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兄长慢慢查就知道了。爹爹，那个坏伯伯说的是我吗？萧衍，那桩旧案究竟是什么？少爷，当年那桩冤案，老奴憋了3年，今儿不说出来，怕是要带进土里了。说，当年构陷您通敌的折子是萧旭递上去的，可那折子上的丝印是柳氏夫人替他描的，一个在前头使坏，一个在后头添柴，您这才被贬出京。自家人的刀捅得最深，这些话烂在肚子里。我没回京之前，你只当什么都不知道。那您接下来，旧账迟早要算。可眼下，
有人比那笔账更要紧。备车，我去接他。娘亲，江南的分号都挂上招牌了，掌柜说头3天客人挤破门。慢点说，又没人抢。下车，到后头去。别动，靠着我。香园，你疯了！你挡他做什么？爹爹流血了，爹爹！别那么大反应，不过擦破点皮。擦破点皮，血都流成这样了，你逞什么强？那一刀本是冲我来的，你为什么要挡？你没事就好。方才那些人是冲你来的，跟你那桩旧案有关是不是？有人不想我好过罢了。我长大了，我来保护爹爹娘亲，谁再敢欺负你们，我跟他拼了！好，等我伤好了教你。傻子，谁让你拿命替我挡的？堂堂娘亲，爹爹好些了吗？小祖宗，让你爹爹歇着，咱们去喂鱼。温了，先喝药。唐大夫的药比谁熬的都苦，苦才治病。再换碗羹，甜的，赏你。那天你为何不躲？躲了，刀就到你身上了。我被贬那些年，流落在外，冷眼算计，一桩接一桩，活下来靠的不是命硬，是不敢当。我行医这些年，见多了生离死别，本以为这颗心早磨硬了。那现在呢？这么多都是那些年留下的。这一刀挡得直，唐，你可愿留下？不为报恩，我只问你本性。装了这么久，还装得下去吗？我这人看脉称病，从来一眼定生死，什么时候犹豫过？可偏偏在你这儿，我犹豫了。自那一刀起，我这颗心就乱了。这犹豫本身不就是答案吗？要说那年北境一仗啊，萧家那位明里挂帅，暗里通敌，眼睁睁看着自家弟兄陷在敌阵，眼都不眨呢。人重伤未醒，这就有人迫不及待往他身上泼脏水，好快的手。先生这故事讲得真热闹，敢问那年北境换防的军令是谁的手笔？这老朽只管说出军务上的事儿，哪敢妄言。方才说的那样凿凿，这会儿又不敢言了。阿七，盯紧他从哪儿支的银子，粮道驿站挨个查。是。嘴上的谗言好造，落在纸上的旧当可改不了。哟，这是急着上哪儿去？兵部旧当须以王府名义会调阅，还请夫人用印。调阅军务旧当，你一个出身寒微的外人，也配过问王府的体面事儿？我替的是这王府的当家人。当家人他如今躺着，这府里的规矩还轮不到你来立。商队南下的文书，我看也不必改了，免得丢了王府的脸。夫人这道墙砌得真高，礼制如神，处处副手，连通关文书都给我卡着。你看这儿，克扣军粮、临阵换防，这2道令的落款笔记和萧旭往来的字迹，几乎是一个人的手。所以那年不是败，是有人要我败。要翻案，关键在兵部那卷尘封的战败旧案，可那道门被柳氏堵死了。水深，莫要独行。那就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明面上我扩布庄施州，免安抚务役，堵住那帮人的嘴。怎么讲？暗地里顺着这卷旧案一步步摸到底。你这人比我想的还胆大。事关王府，我得亲手讨回来。你半生的清白，竟全现在一纸早被人刻意封封、几近湮灭的故纸上。你看这粮草延误的折子，落款是你，可这笔锋、收尾钩跟旁边这封根本不是一只手写的。你是说被人换了字，延误不是你的错，是有人动了手脚。还有这个北境内仗，军报记你坐镇后方，可你这道旧伤按愈合的时限推，正是那几日添的。坐镇后方的人怎么会带这种刀伤？你那天根本在阵前。那么多弟兄，原来不是我没护住。爹爹给你点灯。这里，这道批文落了仇家同党的私印，他们往来的旧账全在这儿，证据齐了。明日御前，我替你把这冤案一笔一笔翻过来。会很险。我林晶晶做事，从不挑稳的做。哟，商户出身的女子也敢闯御前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一堆破纸也想翻3年的铁案，笑话。启禀御前，延误粮草非将军之过。这道折子的字是被人换过的，同一个落款，2样笔锋，此墨此印皆有出处。
笔记之事，谁说的准？兴许是当年抄录有误。那这本旧账呢？私印往来，银钱进出，桩桩对得上仇家同党。萧少爷，你要不要也说一句抄录有误？我不知道这账从何而来。王爷那场仗带伤坚守，旧伤实息为证，坐镇后方者何来阵前刀伤？谎是圆不上的。构陷忠良的人就站在这儿，脏的从来不是他的手，是你们的心。北境的弟兄，今日总算能瞑目了。你们为我翻这案，担了多大的险，我都知道。举手之劳，别哭啊！堂堂王爷哭出来不好看。清白已还，谢谢你们。好了，正事办成了，一家人往后的日子还长。弟弟不哭，团子保护你。奉天承运，镇南王世子萧衍北境蒙冤，今真相昭雪，复其爵位，赐金匾一方。臣不负北境，不负社稷。查了这么久，总算水落石出，洗清了，少爷的冤总算洗清了。傅伯，您看那块匾亮堂着呢。放开我！这王府有我一半，凭什么压我？柳夫人，您那本假账写的是真好，可惜替您改字的那位先生先一步人。你血口喷人！账本对得上，人证对得上，您这会儿喊冤，晚了20年。完了，全完了！陈年旧账，今儿清了。弟弟的冤屈洗清了，咱们家翻身啦！林总，城西绸庄、城南茶行都松了口风，说要您这位王妃亲属用印，器材肯结。可那印一盖，就不是寻常商号买卖了。李治管着，连压价进货都有人拿身份说事。要的是利落买卖，给的却是层层规矩。这桩难不在外人，难在王妃这2个字，是荣宠，也是枷锁。这么晚了，找本王何事？王爷，我想跟你谈2个字：和离。你说什么？身份成了束缚，城西的气，城南的气，牵不下去。不是我不够，是这个王妃太重了。王爷，王妃这位子与我从来就不是我要的，我要的是凭自己这双手走遍天下的自由身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般酷暑，寒冰不化，此等秘术，价值连城。唐姑娘这制冰之术，当真是巧夺天工啊！使者过誉了，不过是些手艺活。国家君主仰慕已久，愿出黄金1000两，求这制冰秘方。1000两，使节这是把我们当冤大头宰呢。哼，2000两。使节，这方子是萧家的根本，多少银子都不卖。既如此，那便不强求了。这人眼神不对。盯着暖棚那边看了好几回。治病的根本原来在这萧史上，拿到配方便是大功一件。谁在里头？师姐，萧氏与配方都到手了。好，光是切了方子还不够，这封萧炎亲笔送到该送的地方去。这是构陷镇南王私通外邦。他不卖我方子，那便让他什么都保不住。一封信，一个通敌的罪名，镇南王府这棵大树也该倒了。偷得了计，也要他这条命。陛下，臣实在不忍，可这封信是从北京驿馆截下的。萧衍，朕的镇南王要通敌。陛下明鉴，须是有人栽赃，可这私印据朝皆知，从不离他身。传旨，镇南王萧衍押入半日后论罪。奉旨，镇南王萧衍通敌叛国，即刻收押。通敌，好大的帽子！拿出证据来，空口白牙也敢锁人？林姑娘，这是密信模板，王爷私印俱在。私印？他这半月私印明明锁在我手里的装囊，这印是假的。林姑娘慎言，伪造圣谕可是死罪。晶晶姨，他们要把爹爹抓走吗？团子乖，爹爹不走。别冲动，这局是冲我来的。那我就把它拆给所有人看。晶晶，你慢些，你都查了一整日了。堂堂，你说伪造私印要先有什么？要有印模。对，能仿出他私印的细重，这半月必定碰过他贴身的东西。印泥掺了金箔，
宫里只有一处用这个。有人！站住！饶命！小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什么都不知道，这印魔会替你说话。晶晶，这就是破绽。半日后论罪，我偏要在那之前把这天给他翻出去。萧炎，这通敌密信，你还有何话说？陛下，臣只问一句，这信是几时写的？半月前北境结下，铁证如山，你还想狡辩？陛下，臣女斗胆请验这封信。你一介女流，懂什么验信？账房出身，最懂一件事，纸不会撒谎，墨也不会。陛下请看，王爷写线字，墨笔向上挑，是几十年的手腕习惯。可这密信里的线字，笔锋朝下，生射游移，这不是王爷的手，是有人临摹。临摹？笑话！谁能模仿得如此逼真？逼真？大人怎么知道这是模仿？我可还没说完。这密信的纸是江南新贡的雪浪签，半月前才入京，可它的墨透着一股松烟里掺铅的怪味。本朝官墨从不掺铅，这味道只有北边邻国的细种墨坊才有。使节大人，你跑什么？本使路过。路过？那这切记的图样也是路过吗？切我计，还想拿王爷的命陪葬，算盘打得真小。陛下，这是栽赃，臣也是被人蒙蔽。够了！朕的镇南王差点死在你这被蒙蔽上。好眼力！王府上下还得我管着账呢。切记栽赃伪信，一个外邦使节怎敢在朕的眼皮底下做这么大的局？他认得这么快，这盘棋只怕不止一个使节在下。林姑娘亲自来，倒是稀客。稀客谈正事，使节昨夜派人翻了唐姑娘的宫房。林姑娘说笑，我等愿来，只为通商。通商好啊，可惜你们要的不是货，是方子。这张拓本是从你们随从薛底搜出来的，我的库房地砖只缺了这一块。唐姑娘空口无凭，人证物证，京兆尹都画了押，切记乱国，按你们的律也是死罪吧？罢了，林姑娘是要把此事通到金殿，让我帮颜面扫地。我要是想，你这会儿该在刑部喝凉水了。制冰的方子核心在引消控温的火候，那是机要，谁也别想。但藏冰、运冰、化暑解热的法子，这些皮毛可以教。你愿教？教，但要换。你帮的海盐、香料、良马，按市价9折，10年通商，落气为凭。这与你何理？你得了实惠，我朝得了盐马，你不再惦记我的方子，三家都活，生意才长久。切是死路，换是活路。林姑娘的气度，本魔服了。你这一手既护了机要，又给朝廷长了脸。那是，本姑娘谈生意从不做亏本买卖。核心攥在自己手里，旁的大方点。归朝有此二位，通商之事，本使回去定如实禀报。巧计护得了国，生意通得了邦，这日子被我们俩过成了传奇。火在小半分，桂花得最后再下，香才不闷。娘娘，成了，这回拉的丝比上回还长。这味儿可算叫我熬出来了。又躲这儿熬糖，我在前头数钱数的手酸，你倒清闲。尝尝，这个叫桂花酥心，新琢磨的。这一口下去，鲜甜，后头还回着一点桂花的清。好，各地分号都等着腥味呢，我替你卖到天下去。你呀，张口就是天下，本来就是。如今南到岭外，北到边关，哪条街上没挂着咱俩的招牌？从前在柳氏院里，连灶台都不许我多碰一下，如今这一锅一锅的，竟真成了。从前是从前，这院子、这锅、这招牌，往后都是咱们说了算。娘娘、林姑娘，陛下口谕，
京京堂堂商号通达四方，稳定民明，且于北京议和一事出力甚多，助长黄金千两，遇赐诚信通商金匾一方，准两位姑娘的招牌悬于各州府要街。臣女谢陛下隆恩，这匾臣女一定挂在最显眼的地方。晶晶，你说咱们是不是在做梦？是真的，咱们一锅糖一笔账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，没一点是虚的。外患已平，奸佞落网，这阵子总算能睡个安稳觉了。王爷的安稳觉，可是我跟糖糖在义府熬了3天3夜换来的。记着呢，这份情本王慢慢还。日子能这么过着就很好了。娘亲，晶晶姨，慢点跑，又怎么了？哟，咱们团子这是憋着什么大事呢？说来听听。没事儿。好，没事。娘亲在呢。堂娘，晶姨，团子有个愿望。说来听听。团子想，天天都这样，堂娘做点心，晶姨在旁边，爹也在。好，我们一直陪着你。耶，好耶！傻孩子，糖糖，你说我们俩在现代会不会结说了？你不后悔？后悔什么？穿越过来，从一个独立的现代人变成了别人的王妃。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别人的王妃，我是堂堂的事，爱我想爱的人。现代还是古代，有什么区别呢？也是。糖糖，你还记得我们刚来那会儿吗？记得，那时候什么都没有，连明天在哪儿都不知道。现在呢？金子有了，铺子有了，还有我亲爱的糖糖，还收获了爱情。别闹。娘亲，晶姨，爹都在。从那么远的地方来，兜兜转转，原来要找的从来不是金山银山，是这一盏灯，这一桌人，这一句都在。